好，來關心軍事上面的消息，大陸的戰機正式的進入到歐洲了。今天特別來關心到的是賽鐵要全面擁抱中國大陸的軍武，當中我們會來關心到幾款武器，不管是紅旗、它的飛彈、無人機全到位。但是接下來大家最關心的，其實還是大陸解放軍的殲35會不會成為賽國的下一張重要的武器王牌呢？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好，我們趕快來看到的是川普跟普丁前腳才剛結束訪中行程，接下來2位重要領袖也來訪問北京了，分別是巴基斯坦的總理夏巴茲跟賽國的總統武契奇都來到中國，而且可以說是幾乎同時現身在北京。大家在看說，巴鐵跟賽鐵同時來這邊，代表了北京中國大陸的重要性。在地緣政治的重要性就更加深了。特別大家關心到的是，這一次塞爾維亞他們會購買中國大陸的武器嗎？因為呢，其實塞爾維亞這一系列早就已經購買過中國大陸的各式武器裝備了，包括我們來看一下細節，像是這個 FK3中遠程的這種防空系統，還有紅旗17，甚至是作戰無人機。那麼今天我們會特別來關注的這一款是它的超高音速空對地的飛彈，這個是 CN400AKG。現在說呢，賽國有沒有可能去買大陸的殲35這個出口型的殲35，才可以把這一款超音速的飛彈放在殲35上面使用呢？尤其現在賽國面對到的一個問題，就是他先前跟法國買他的陣風的戰機，但是法國一定不會允許說，戰機上面放着中國大陸的飛彈。所以呢，現在看起來說，賽國有沒有可能下一個目標就是購買大陸的殲35，這個成為這一次的焦點話題之一。那麼這一款超音速飛彈，剛剛特別提到 CN400AKG 有可能選哪一款戰機來做裝載呢？包括了除了賽國之外，巴國是否也會來爭取殲35？那呂艦長怎麼看？我們談到啊，這個 CM400 那 AKG 的這一種飛彈啊，它其實我們常常講到啊，這一種彈道飛彈呢，那大家都認為只是公路而已，但是實際上不然。那就像東風61一樣，它還會特別強調海陸共打。所謂的海陸共打，也就是它可以攻擊陸上的目標、固定目標，它同時也可以攻擊海上活動的目標。那如果說我們來看這一個CM400AKG 的這種飛彈的話呢，那它的速度可以達到4.5到5.5倍的這個音速啊。那其實它已經有部分達到高超音速飛彈的一個標準。那它的這一個射程呢，最遠距離可以到達400公里。但是它需要投擲的載具。那截至目前為止，我們剛剛爬出了那麼多的塞爾維亞的裝備，其實並沒有一架飛機可以攜帶。那我們來看這一枚飛彈，就是長成這個樣子啊。但是後来我們可以在後面看到的，這是梟龍戰機，這是巴鐵兄弟的戰機。那我們想一想，這個塞爾維亞可能回去買梟龍17那個梟龍戰機嗎？不可能，他只會往更先進的買。還記得我們前段時間是不是看到了編號0001的殲35呢？對，那也就是他沒有那個央視並沒有告訴大家，要是賣的是巴鐵還是賽鐵啊？那有沒有可能是賽鐵？賣了賽鐵之後，連同我們剛剛講到的 CM400AKG 也一樣可以攜帶。那這個也就是我們看到說，有關於這麼多的裝備啊，那通通都一起裝備之後，就開始有了這一個體系化作戰的這個能力啊。那至於說我們剛剛講到說，法國的這個陣風戰機會不會搭載這個中國大陸的 CM400AKG 的這種飛彈？一定不可能。為什麼？因為他們的這一種有關於數據交鏈的部分呢，其實法國不會提供給中國，那中國大陸呢也不會提供給法國，所以這個也就是我們看到為什麼印度它的裝備雖然感覺上好像當初比巴基斯坦好，可是當它跟巴基斯坦發生軍事衝突的時候，那就天涯6比0了。好，那同樣的問題也特別請教賴老師怎麼看？另外就是說，剛剛盤點了這個賽國買了一系列大陸的武器，接下來還可能買哪一些？老師要怎麼看？我覺得除了水面的戰艦跟水下的潛艦不可能買以外，其他武器都有可能。这個最主要是因為塞爾維亞是
內陸國啊，對，所以他不太可能買这個李斯他曾經在服役過的海軍的水面的戰艦，也不可能買水下戰艦。但是我覺得，戰機是他目前的迫切所需要的。因為過去美國所領導的北約差一點要去找理由去攻打這個薩爾維亞，要去轟炸它。後來中國大陸這個，我想這個新聞登得很大，中國大陸緊急的用運20把防空系統運到了薩爾維亞，幫薩爾維亞建立起這個防導系統了以後美國馬上就停止了那個軍事動作。這代表什麼？代表這套的防空系統是有效的，包括先進的雷達的偵測系統，包括防空系統。但是這樣還不夠，對薩爾維亞來說，預防北約等相關國家對它的攻擊，它還是需要把它的武力再往外。因此，空中的會列為它的優先，但是問題就在於有沒有防止地面部隊的入侵。我覺得這個在未來來說的話，對薩爾維亞，它也必須要去考慮這個部分。所以未來地面部隊的這些火炮，會不會去購買？我覺得也不能夠完全排除。但是以目前它的財政能力來看，還是以空中為主。更重要的地方是在於，這個塞匈這個鐵路已經快要通了。對。那一旦打通以後，它接的是往這個馬其頓南部的方向走，再跟希臘來做連結。那這個更有利於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因為一帶一路解決塞爾維亞、匈牙利他們內陸國的一個窘境，其實就是打通地中海的這條鐵路。這條鐵路就有戰略意義。那未來如果說北約的一些國家像美國想對塞爾維亞他們在動手的話，那在這個連接點上，我覺得對塞爾維亞才會有足夠的經濟力量來支撐它對軍事力量的一個建構。也就是說，我覺得塞爾維亞在未來來說的話，空軍是列為優先，地面部隊是列為其次。好，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因為這一些軍購讓歐洲國家現在很緊張，原因就是剛剛其實老師幫我們特別看到了這個塞匈鐵路很快的就會讓中國大陸可以打通巴爾幹到中歐地區去，成為進入到歐洲的一個重要的一個樞紐，再加上中國在這個塞國投資的金額70億歐元，恐怕也都讓歐洲供應鏈相當的緊張，因為歐洲其實塞國跟歐洲的供應鏈也有很深的一個關係，雖然它不是歐盟的成員。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來看到最新是來自於這個彭博社的披露，說武契奇呢這一次的行程預計還會簽署包括了數十項的這種合作協議，這些都跟經濟有關的，包括在 AI、在晶片、在機器人製造智慧等等。導入一整套的中國技術跟產業的解決方案。再來，武契奇他還不斷的強調跟中國關係很好，還開玩笑說自己的名字叫武契奇像是577，中國人民很容易記住我。楊老師怎麼看？對啊，他們說什麼叫塞鐵？這就是58事件呢。中國大陸把它叫，那是1999年，在就是南斯拉夫，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歐盟被美國的，就是轟炸。但這個事件的背景，當然就是整個90年代南斯拉夫的3個國家尋求獨立，然後呢各自領土征戰。那個時候克林頓有一點想要置身事外好多年，後來就是在國內的壓力之下，他介入，然後呢就後來採取用北約的方式去轟炸，就是轟炸南斯拉夫，就現在的塞爾維亞。而在1999年5月7號當地時間的晚上，就轟炸了中國大陸在那邊的大使館。那為什麼轟炸？美國說是搞錯了，但你會相信美國搞錯嗎？所以這裡面就從這裡延伸出來，中國大陸跟塞爾維亞之間的這種關係他就把它叫塞鐵。因為塞爾維亞當時最主要是因為跟科索沃之間的這個戰爭，那美國要去保科索沃才會發生這個問題。所以一直以來，中塞之間的軍事關係非常的密切。不過剛才有提到，就是那個 CM400，它這個空對地的飛彈，它其實是可以，中國大陸已經發展出一套平板系統，把它掛在那個14架塞爾維亞擁有的米格29的這個飛機上面。因為它沒有辦法整合進去，它就用外掛，用一個平板，你直接控制這個平板。那但是法國不太願意用這種方式來去影響到它的這個系統。那因此，現在我們說可能去買這個殲35的外銷版 AVIC 才有這樣子的一個考慮。那我覺得有可能但是當然比起巴鐵，它的挑戰比較大，因為
對於塞爾維亞而言，它其實並沒有像是就中國的戰鬥機系統之前在它使用過，因為這一架就跳到第5代戰機哈，而且它周圍都是北約國家，那因此就是說這裡還是有一點地緣政治上的考量。不過我就說武器機加油這樣子，然後呢，有沒有可能在歐洲之間去擴散？武器的層面除了白俄羅斯之外，因為其他都是北約國家，那其實這有一個挑戰。可是現在美國給北約國家都延後了，美國現在可能又要撤軍了，所以未來還有很多未知數。但如果以現在這個情勢，北約國家去引進中國大陸的武器系統，那可能中國自己本身也不太願意，那這就是說，那因为北約國家基本上都是美國掌控嘛，那中國也擔心，就是他的武器到那邊的時候，會不會有一些獨特的這個，就是可能中國武器的這些系統而被美方所掌握。那同時你看到就是。當中塞兩國的更進一步的合作，這裡才是真正的重點。未來，就是現在這個匈塞鐵路已經通車了，那未來更多的整個中國的解決方案，這才是全世界現在最重要、最先進的，從製造、研發到市場、物流的整個。